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 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 我是阿凯。大家好，我是蓝心，很高兴认识大家。蓝信，你上个周末在干嘛？我去喝我学弟的喜酒啊。哦，喝喜酒，那新娘美不美啊？嘿嘿，没有新娘。诶，没有新娘？难不成新娘悔婚落跑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这场婚礼当中没有新娘，只有新郎，2位新郎，他们都是我大学系上的学弟。啊，明白了，这是一种同性婚礼。我真是还维持着父权社会的刻板印象，下意识地认为婚姻还是一男一女，都忘记现在婚姻是可以同性的了。其实这不是只有你才有的个人的刻板印象啦，毕竟同性婚姻合法化到现在才走了7年，社会还在习惯同性婚姻当中。你的2位学弟应该很高兴，没想到同性伴侣也能有情人终成眷属。是的，其实以前大学时看着他们2人一起上课，一起念书，一起生活，虽然很甜蜜，也很令人羡慕，但我总为他们感到可惜。干嘛可惜？难道你暗恋其中一个哦？不是啦，我是觉得他们这辈子都无法结婚，所以为他们可惜。原来是这样哦，我还以为你在上演新娘不是我的情节呢。凯哥，你真幽默哎。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呢？那是2019年5月24日的台北。那天是下着大雨的夜晚，对吧？没错，下的超大的雨，立法院外头就是好几万人撑着伞，大家都紧紧盯着那个大荧幕，然后就在法案敲锤通过的那一刻，哇，那个瞬间真的……对，人群中有人放声大哭，有人转身紧紧拥抱身边的伴侣。那一天，台湾正式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这确实是国际媒体当时铺天盖地报道的新闻。可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极度吊诡的矛盾。这场被大家看作是人权胜利的时刻，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政府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那个法律漏洞。对，或者说是一个极致的政治妥协。没错，他们硬生生绕过了当时社会多数民众的公投反对结果。其实说真的，没把这个矛盾讲清楚，就等于完全没有看懂台湾这段历史。那场大雨中的拥抱是建立在国家最高宪法与几百万社会民意发生激烈对撞的废墟之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梳理一下这个主题。我们这次的深入解析任务就是要来拆解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没错，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让一个国家在多数民众投下反对票的同时，还能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而要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连同性恋这3个字都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年代。198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候还在戒严时期，这绝对不是课本上冷冰冰的历史名词而已哦。戒严代表着当时的国家机器，从你要看什么书、听什么歌，甚至到你能在街上跟谁集会，全部都有超级严格的控制。没错，在那种只要跟别人不一样就会打压的社会气氛下，任何偏离传统家庭结构的存在，基本上就是禁忌。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在当时的通俗文化里，同性恋如果不是被当成搞笑节目里的小丑，就是被当成某种需要被治疗的疾病。对，甚至师长也绝对不会在学校里谈论这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去争取所谓的婚姻权，在多数人眼中根本是天方夜谭。但在那种气氛下，居然还是有人站出来了，对吧？对，这就是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在1986年，有一位名叫齐家威的先生，他不仅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还直接跑去法院要求公证结婚。哇，1986年呢，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真的，当时的政府当然是直接拒绝，甚至后来他还被关进了看守所。太夸张了。齐家威的行动虽然在当时像是在对着高墙大喊，却精准地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婚姻并不只是一场婚礼或一张证书。
它其实是一整套由国家保障的生存权利。没错。说到生存权利，这就必须提到那些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生活日常。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曾经帮家人签过手术同意书，或者跟配偶一起申报过所得税，你正在行使的就是民法赋予你的家属权利。对，这些都是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过去的台湾，有太多同性伴侣因为被排除在这个法律体系之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来看这份资料里提到的一个真实案例。那个故事真的蛮让人心碎的。我们暂时称呼他们为大明、小华。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性向被各自的家庭切断联系，然后两人互相扶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整整30年。30年的时间，在任何实质意义上，他们绝对是彼此最亲密的家人了。对啊，但是当大明生了重病，情况危急，被送进医院，需要立刻动手术的时候，医院的机制启动了。也就是医生需要家属签署同意书。没错，小华跟医生说，我们住在一起30年，我是他唯一的家人。但医院的法务规定非常死板，在法律上，小华的名字不在大明的户籍誊本上，他们没有婚姻关系，所以在签字的那一刻，小华的法律身份叫做什么？叫做陌生人。对，这就是法律定义与真实生活的巨大断裂。真的很扯。当制度不承认你们的关系时，30年的相伴在医疗程序的判定下瞬间归零。而最荒谬的是，医院最后居然联络上了大明那几十年来从未联络，甚至非常排斥大明性向的血缘家人。这些家人根本不知道大明的病史吧？完全不知道，但他们却拥有法律上100%的决定权。然后他们最终拒绝了手术。大明过世后，家人甚至禁止小华参加丧礼。哇！小华连为心爱的人送上最后一朵玫瑰，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大明下葬后不久，小华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听起来很像电影，但这不是什么戏剧剧本。对，这是真实发生的事。这是因为法律机制的缺失，直接导致两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被整个社会系统抛弃。其实这类悲剧不断在社会各个角落发生，它迫使台湾社会开始直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用一套旧的法律机制，系统性剥夺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没错。这种不满与反思累积了几十年，终于在2017年迎来了司法体系的全面爆发。2017年，对，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那一年，台湾的大法官，也就是负责解释宪法的最高司法权威，做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解释。他们宣告，现行的民法不让同性婚姻登记是违宪的。让我帮大家厘清一下这个机制的威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位阶高于所有法律，所以当大法官说违宪，这就不只是一个社会呼吁了。没错，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命令。他们等于是直接对着立法机关说，现有法律有瑕疵，你们必须在2年内修改法律，让同性伴侣可以结婚。如果2年内没修好，同性伴侣时间到了就可以直接去户政所登记。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视线，觉得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等着修法而已。接下来的地方就非常有趣了，门虽然打开了，但路并没有变好走。对，因为这正是社会演变中最复杂的地方。司法精英可以透过法理逻辑，在判决书上迅速推翻旧制度。懂。但你无法用一张判决书，一夕之间改变几百万人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观。2017年的释宪虽然在法律层面开了绿灯，但立刻在社会基层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反扑。这直接导向了2018年那场极度撕裂台湾社会的公民投票。对，那场公投的社会氛围真的是剑拔弩张。我们摊开当时双方的论述机制来看，我们保持客观来解释。好，反对同性婚姻的一方，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深厚的传统家庭观念与部分宗教信仰。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婚姻的本质在于繁衍后代，修改民法会破坏威胁了数千年的自然秩序与伦理。
甚至当时出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污名化言论。对，很多俄语和文宣将同性婚姻与性解放、破坏教育绑在一起，而支持方则强调将同婚纳入民法，完全不会改变异性恋现有的婚姻权利。支持方的论点是，这反而能让社会边缘群体得到应有的保障。没错，他们也严厉批评对方的文宣是在散播恐惧与恶意污名化。结果呢？结果700多万张选票投了出来，大多数台湾民众选择了维持传统。对，多数人要求绝对不能为了同性婚姻去更动现有的民法。这是一个极度尴尬的局面。这根本是个解不开的死结啊！所以宪法说不给结婚是违宪的，你必须给他们权利。对。但公投的结果，也就是最强大的直接民意，却说我们多数民众不愿意改变现有民法。当国家的最高法律和社会多数民意往完全相反的方向拉扯时，一个社会到底该怎么往前走？政府在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极具政治妥协方案登场的时候了。哇！面对这场宪政危机，当时的行政院团队看出了公投题目里的一个文字漏洞。公投的结果是不能修改民法，但大法官的命令是必须保障婚姻自由与平等权。于是政府想到了一个机制，既然社会还没准备好更动民法，那么我们就在民法之外单独设立一部专法。哦，所以我可以这样比喻吗？这就像是最高法院下令说，你必须让这些人住进你的领地，给他们完整的权利。但公投的多数民意说，绝对不准让这些人住进民法这栋神圣的主屋。于是政府的解法是，好，那我不动主屋，我在后院盖栋全新的客房给他们住，里面该有的家具权利都有。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既基于婚姻权，又不更动整体法律架构。2019年5月24日，这部专法就正式生效了。难怪当时有立法委员在国会发表了很感人的宣言，他说，我终于可以跟我的同性恋学弟说，恭喜你可以去结婚了。这完全呼应了我们开场的雨中画面。没错，不过更有趣的是这部专法的命名机制。为了极力安抚反对派的情绪，政府在这部法律的名称上完全不敢使用婚姻或伴侣这些敏感字眼。那它叫什么？它的正式名称超级长，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哇，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份冷冰冰的行政公文呢。这是刻意为之的政治语义学。懂了。用一串数字与法条编号来命名，一方面告诉反对派，你看，我没有破坏婚姻这2个字的传统定义，我只是在执行大法官的第748号解释。但另一方面，又在法条实质内容中赋予了同性伴侣等同于民法婚姻的权利，包含了财产继承、医疗同意权等等，回应了支持方与宪法的要求。但，这听起来非常像美国民权运动时期那种隔离但平等的概念啊。对 ，separate but equal。把特定族群单独挑出来写另一部法律，这在人权运动的历史上通常是会被强烈抨击的吧？当时争取权益的人难道不会觉得被背叛了吗？当然有强烈的反弹，许多推动平权的人士最初非常无法接受专法，认为这就是一种次等对待。那为什么却会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如果这部专法不在2019年5月底前通过，立法院就会进入下一届的选举周期，整个法案可能会被无期限搁置。时间压力。对，在立刻拥有实质的法律保障与坚持形式上的绝对平等之间，多数平权运动者选择了先拿下实质权利，因为他们知道，像前面提到的小华那种悲剧不能再等下去了。也就是说，2019年5月24日那天的大雨里，大家拥抱庆祝的，其实是一个充满妥协，甚至带有一点委屈的法案。没错，